把这块名牌给遮起来，你们现在能猜得出来这是一台比亚迪汉 EV 呢，还是汉 DM-i 呢？给你们3秒钟猜一下。中大型的新能源轿车里面的话，比亚迪汉一直是老炮级别存在了，它的销量都是卖的最好的。但现在呢，竞品越来越多，而且大家做的越来越优秀，所以怎么办呢？改款来提升产品力，这就是25款的比亚迪汉。所以咱们今天呢，就来看一下25款车型到底有哪些升级或改变。我来给你们一条一条的总结啊。首先第一点就是外观微调，然后前脸统一了。25款的比亚迪汉 EV 和比亚迪汉 DM-i 全部都长这样了，前脸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在外观上面你是看不出来的。它俩现在就是完完全全的双胞胎的长相了。之前的 DM-i 那种大的进气格栅呢取消了。你们觉得怎么样呢？当然了，官方的说法还比较高情商，就是设计统一啊，只要价格能降下来，我觉得都 OK。那另外呢，25款车型呢还增加了黑化的运动套件，就是原厂将车辆的一些地方呢进行了熏黑的处理啊，这个就省得后期你想要去贴一些改色膜了啊。个人觉得喜欢运动的话可以选择但这台车呢没有这个套件。第二点就是在舒适性体验上面是有增有减的。OK， 我们先说有增的部分，就是这台车它现在也有了这种休憩模式，比如打开休憩模式后，它的座椅的会电动调节啊，然后打开空调啊，或者关闭车窗等等一系列操作，给你带来更好的这种休息的体验。然后另外重点要提及的就是前面2张座椅的座椅按摩的功能。一般这个价位车型呢，可能它的座椅按摩给到你6点式的或者是8点式的已经是比较不错的体验，但这一台车它的前排座椅按摩给到了10点式的，所以它的整个按摩的面积会更广一些，然后按摩的点位很多一些，所以会让你的体验也会做得更棒一些。然后另外还想说一点的就是这台车全系标配了11个安全气囊，这个在这个级别或者更高级别里面都是比较少见的，对吧？这个是增加体验比较好的地方。然后我们再说减的地方，其实主要是表现在第2排的座椅，因为在24款车型顶配的车型上面，第2排座椅是有座椅的电动调节、座椅的通风、加热、按摩的，但是在25款车型呢，全系都没有的。那这个级别车型可能第2排应该是一个重点了，为什么在这一块顶配车型给删减掉了？这个我不太能理解。哪怕你可以作为一个选配，我觉得都是挺 OK 的。那除此之外的话，整个空间和老款车型呢是保持一致的，非常的宽敞，也比较舒适。然后整个内饰的设计还是典型的那种传统的豪华美，而且是有中国传统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了。我觉得这一点比亚迪汉一直做的都特别的棒。第3点就是智能化的提升，包括2个方面，一个是智驾提升，另外一个就是智能车机。智驾这一块呢，最顶配的车型智驾版是搭载了比亚迪目前最新的天神之眼这一套智驾系统。然后有哪些硬件呢？1个激光雷达，然后11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以及5个毫米波雷达，然后再加智驾芯片是一块 Orin X 的智驾芯片，然后它的算力达到了254 TOPS。所以从整个智驾的硬件部分来看的话，在目前的行业内算是主流的第一梯队的水准了。那这一套智驾系统呢，我之前在腾势 N8 上面去体验过，不管是城市还是高速智驾表现都是挺不错的。当然了，这套智驾系统目前还是基于高精地图的，但现在很多厂家他们都开始做无图方案了，所以这一块希望比亚迪能够抓紧。当然了，因为它的硬件基础是完全 OK 的，所以后期如果有无图方案的话，可以直接 OTA 过来就可以了。那在智能车机部分呢，提升了这台车目前用了自研的6纳米的5G 芯片 D100。那这个芯片呢，它的算力相比高通骁龙的815的芯片算力更高一些，所以现在整体的体验，包括它的界面的 UI 设计做的都更好了一些，尤其是像它的3D 控车，哇，这个3D 的效果做的特别棒，而且很多地方你直接可以触控来进行操作，我觉得这个实用性做得很好，然后做的呢也比较美观，很炫酷。第4点呢，就是硬件部分的，它的动力总成啊，它的悬挂系统是有升级的。我们先说 DM-i 车型啊，它的 DM-i 车型呢，目前都用了最新的第5代 DM 混动技术，然后有最新的 1.5T 的混动发动机。这一台发动机它的热效率更高一些，已经达到了45.3%，说白了就是效率更高，我会更省油一些。所以对于这么长的一台车，一台混动车型的话，它目前的100公里亏电油耗官方数据是3.8升，哇，这个数据真的是非常非常夸张。除此之外呢，还有它的混动变速箱EHS 200。那这套系统搭配起来的话，它的 NVH 的也是有优化的，开起来比以前要更加静谧一些，同时0-100加速成绩
也要做得更好。之前7.9秒，现在是6.9秒，所以性能有提升。但是也有遗憾的地方，就是它之前的性能很强悍的 DMP 车型给取消了啊，这一点是比较遗憾的。然后再说纯电车型比亚迪汉 EV，首先在2驱车型上，它的电机功率做得更大了一些，所以纯电车型的动力性能也要变得更好了一些。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全系都是2驱，同样4驱高性能版车型取消了，所以如果你追求这种性能或者操控的话，那可能在25款比亚迪汉上面基本上就跟你们无缘了。那最后呢，就是在悬挂部分的话，还是有很多亮点的。它的最低配车型呢，也配有 FSD 可变阻尼悬挂。当然，这一套悬挂系统它是一个被动式的悬挂系统。中高配车型呢，都配备了云辇 C 一套主动式的阻尼悬挂系统。那这套悬挂系统在目前同级别里面来看的话，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那除此之外呢，它的后悬挂升级成了5连杆了，所以在底盘的整个硬件这一块的话，25款的比亚迪汉相比老款车型还是有明显提升的，所以在驾驶体验、操控方面的话，理论上也会做得更好一些。OK， 以上就是新款的比亚迪汉的一些变化。总体来说的话，产品力确实要变得更强一些了，尤其是它的智能化的提升，还有它的底盘的硬件提升，对吧？当然了，也有一些小的遗憾存在，比如像后排座椅的配置，但是价格来说的话，相比老款车型呢有一定的降低，所以不出意外，25款的比亚迪汉呢还会继续成为爆款。